黑糖，你别以为月周哥是真的喜欢你，他只是拿你当个替身，你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雌性吧？月周哥落在废骨星的时候，就是被他救了。他一个雌性，却一点都不柔弱。他会修理汽车，会建房子，敢跟那些可怕的凶手打架。这100年来，月周哥几乎没有一刻忘了他。像这样的话，他的房间里没有1000幅，也有800幅，每一幅都是他亲手画的。那分明就是我自己。我甚至能通过这幅画回忆起小风爪边那种温热的触感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竟然用画笔把这一切全部画下来了。你拿什么跟他比？如果是输给他，我没有话说，但是输给你，你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月周哥有多喜欢他？他不过是看你跟他长得太像，聊以慰藉而已。小风喜欢的是他，这算什么？原来他也跟阿木他们一样，一直爱着我。可他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替身。当然了，月周哥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了。你以为有这张脸就能得到一切吗？你都不知道，他每年生日的时候，月周哥都要包下全波小星的飞船，在空中飞一晚上，就为了庆祝他的生日。他明明都看不到，可是这100年的庆生却从未断过。他等了他100年，我也等了月周哥100年。凭什么你跟他像，就能得到月周哥的心？你不配！你说你会离开月周哥，只要你离开，你想去哪里我都送你去。我保证，他这辈子都找不到你。柳小姐，你疯了吗？少主要是知道了，恐怕会气疯的。完了！少主昨晚刚离家出走，黑糖小姐又让我传话给那2个魔头，难道她现在真的打算顺水推舟，借助柳这个疯女人的力量，彻底逃出破血星？你来干什么？这些话是你从哪里偷来的？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谁都不允许碰我的东西吗？黑糖也碰了。他不一样。少主，你不能杀柳真啊！柳真她是柳家的小姐，在破晓星也颇有威望。他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因为他长了那么一张脸吗？凭什么我就不可以？你早说你喜欢的是这张，我就去整生啊！怎么可能是因为那张脸？是他的一切，他的所有都在吸引着我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根本不受控制地沉溺着，就像溺水，越挣扎越深陷。我连做梦都渴望地遇见他，跟你无关。方月秋，你之前说你爱那个雌性一辈子都不会变心，你变了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就不怕他回来了会恨你吗？多少个午夜梦回，我从有黑糖的梦里醒来，第一反应是巨大的幸福，可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愧疚。那愧疚像冰水一样兜头浇下，把我钉在耻辱柱上。我怕，我太怕了。我怕我等了100年的姐姐真的回来了，看到我爱上别人的样子，会露出失望的眼神。我甚至怕，我自己已经不再配想起她。把柳真送出去，告诉保安以后柳真再溜进来，他们一家都从山庄里滚蛋。我不知道你怎么闯进来的，但是以后你柳家的生意别想在破晓星做了。还有，告诉你父亲，下个月联邦最高级别的议会他不用去了。月周哥，我是在帮你，我不想你被这个雌性骗了，他不是好东西，他肯定是整了容
风，你要有点自尊心，你就应该知道他爱的不是你，是别的雌性，他只是想拿你当替身，他不爱你。你别信他的，我没有想拿你当替身。或许一开始有，但是后来就没有了。但是，我还是得对你说一句，对不起。我相信你没有整容，你也没必要整容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不喜欢我，我的喜欢，我的想法，对你来说一定都是一种困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。十一说他尝试给他们发过好几次消息，我知道他想离开，我也知道我应该放他走，可是一想到他会消失，我就痛得无法呼吸，我根本放不了手。小风，这些话真的都是你画的吗？我要怎么说？一半是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的姐姐，另一半是让我心脏狂跳的她。是我画的，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并没有多情。对不起，算了，我的心很乱，等我想通了，或许会放你走。小风，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叫黑糖，是归墟新寿名，父亲叫赵振兴，母亲叫赵兰，你还有个弟弟叫……原来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雌性，所以他才会在以为自己不再爱姐姐时感到那么痛苦，所以他的眼神里才会有那么多我读不懂的愧疚与挣扎。你看着我，为什么他明明不喜欢我，知道我把他当替身，又对别的族性有那么浓厚的感情时，他为什么一点都不生气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刚能化成人形的时候，脸怎么都画不了人脸，经常顶着一颗黑帽脑袋到处吓人。我有一次半夜起床喝水，看到你在偷吃田鼠，吓得我不停尖叫。其他4只小兽被我的声音吵醒，以为你是小偷，按着你把你揍了一顿。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贼，把他揍得鼻青脸肿，可他连自己身上的伤都顾不上看一眼，第一时间冲到我面前，顶着黑乎乎的黑帽脑袋说不出话，只能焦急地给我比划着。对不起，姐姐。彼时我以为自己把姐姐吓坏了，围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确认她没事才长长似的吐出一口气。那种心有余悸，后背瞬间被冷汗震透的感觉历历在目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因为那就是我，我叫阿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不信，你骗我的。昨天我还在因为自己同时爱上2个雌性而痛苦自责，可现在他告诉我，我爱上的一直都是同一个他。那，你记得我身上哪个地方有一块疤吗？这是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的绝对秘密。哪怕他真的是庄九魔他们克隆出来的赝品，也绝对不可能会知道这件事。姐姐，姐姐，这100年你去哪里了？你一直被千哲义他们合伙藏起来吗？不是，我是忽然消失的，上个月才回来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不知道，你一直在等我，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当年随手拉扯大的3只小兽，竟然都会等我100年？无非是见他们可怜，在异世界养点毛绒毛的小家伙聊以慰藉。只是这些小动物越养越大了。我永远永远都会等你。姐姐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姐姐，你讨厌我吗？姐姐，你讨厌我吗？怎么会讨厌你呢？那你喜欢我吗？或许离爱还差一些距离，但是陪他们走过最艰难的废王星20年，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们呢？喜欢。姐姐，我也喜欢你。
就让我在此刻自欺欺人吧，不去想千之一他们，不去想小风会不会像他们一样，为了我明争暗抢，掀起腥风血雨。你画了这么多的画？想你的时候就会画一张，其实有好多，但是我这几年画的越来越好，所以把不满意的都收起来放进仓库里了。因为画的实在太多，我还专门买了一整栋房子来放画，以后有机会带你进去看看。没想到这些你都记得。当然了，我在梦里都梦见过好几次了。姐姐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就是在这棵葡萄树底下喝的酒，喝完以后好不讲理的，非要拽着我的腿当飞盘把我丢出去，还要我模仿飞盘狂奔。为什么没有脸？因为我当时根本想象不出来，成年大后当我又终于重逢的时候，我们会是什么表情？是前2天我母亲让人去天阙星购买的顶级药剂，听说只要喝上一段时间，就能大幅提升精神力。这个药剂，我以前应该喝过好几管了。恭喜您，精神力由 F 级突破升为 E 级。只要姐姐把精神力提升上去，打破那该死的铁律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可是，药剂不可能这么快见效，一定是姐姐原本的体质就远超常人，这才引发了质变。警报！少主，天阙星的庄首领给您发了一条消息，询问您反常的高价跨星系购买提升精神力的药剂，到底是给谁用的？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政务忙到天天加班，原来是把姐姐藏得跟眼珠子一样。现在既然知道是姐姐，我会把她藏得比你们更深、更绝。凶兽只有在机能衰退时才会衰老，他这副鬼样子，一看就是因为找不到姐姐，彻底被逼疯了。绝对不能让姐姐给看见，她一旦开始心疼，我就彻底留不住她了。你怎么也跟千哲义一个鬼样？难不成虫族真入侵你们星球了？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，有个雌性拿了千哲义的枪，伤了雄性的事吗？怎么不记得？我甚至把这事写进了月报，准备将你们一军。好在我昨天惊险的在半路截下了那份月报，否则姐姐会被联邦强行抓走规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记得，他和姐姐长得很像，我跟千哲义把他弄丢了。那你们可真是不小心。不过就是一个替身，你们有必要这么在意吗？只是长得像而已，再找一个更像的不就行了？你那里离苍苗星近，如果发现了他，帮我送回来。只要找到他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但是绝对不要让他去苍苗星。你放心吧，就算出于道义，我都不会让秦修那个死变态碰到你那个叫什么黑糖。毕竟他可是真的不拿雌性当兽人看的。谢了。真是没王法了！别的星球雌性地位至高无上，偏偏他苍魔星搞扭曲变态的特殊。在苍魔星，如果敢有雌性长一张鹅蛋脸、柳叶眉、杏眼，那他要么毫无尊严的去整容，要么一辈子不许幻化成人形，否则只要被秦修看见，那张脸就会被他活生生划烂。秦修就是个彻头若尾的疯子，苍魔星简直是雌兽的地狱。可是苍魔星的福利待遇好到令人发指，全星际陷入疯狂的兽人都挤破脑袋想去。他立下那令人发指的条款，只因为他不允许任何垃圾顶着跟姐姐相似的目光招摇过市。自从100年前姐姐满眼绝望的消失后，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就已经疯了个彻彻底底。